我婚前检查出不孕不育，老公对我不离不弃。然而，正当我在享受幸福时光时，婆婆告诉我老公的白月光怀孕了，让我识相点，对她好点。老公从此开始刻意躲避我，我大概懂了点什么。几天后，我在衣柜里发现了一张不孕不育的检查报告，名字竟然是“大家好”。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出差了1个月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推开家门，一股异样的气氛扑面而来。昏暗的灯光下，客厅的沙发上坐着3个人：婆婆、嘉义和嘉义的青梅沈嫣。江颂，你回来了。婆婆的声音冷冷的，带着一丝得意。我的心跳加速，我感觉到了不对劲。怎么了？我试图保持冷静。婆婆微微一笑，沈嫣怀孕了。我心中一震，目光与嘉义交汇，但她迅速地避开了。沈嫣则低头玩弄着指甲，似乎并不想参与这场对话。夜深了，我躺在床上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我起身，悄悄走到客房，找到了沈嫣的包。我的手指颤抖地打开包，找到了一份怀孕报告，日期与嘉义出差的时间完全吻合。我的心如刀绞，我进一步翻看，竟然发现了沈嫣的日记。我随手翻到了一个日期，上面描述了与嘉义的一次海边之旅。那天，嘉义带我去了海边，我们在沙滩上散步，看着夕阳慢慢落下。他告诉我，他从未这样快乐过。我的眼泪滑落，我紧紧抓住日记，心中的怒火与伤痛交织。坐在书房的椅子上，我不自觉地回忆起与嘉义的初次相遇。那时的他，眼神中充满了热情和真挚，每次与我对话都是那么的专注。我们在公园的湖边，他为我买了一个棉花糖，那是我们的第1次约会。夜色渐深，我走到客房门前，耳边传来沈嫣打电话的声音：“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好想你。”她的语气是那么的亲昵，我心中的疑虑越来越重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回到我的房间，推开门。房间里摆放着沈嫣的化妆品和衣物，显然她已经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。我的目光落在了桌上的照片上，是沈嫣和嘉义在一个游乐园的合影，两人笑得那么开心。我缓缓坐到床边，手中紧握着那张照片。多久了？嘉义和沈嫣在背后发展得这么亲近，而我竟然毫不知情。那些甜言蜜语，那些承诺，难道都是他对我的演戏？突然，我注意到了照片背面的日期，那是在我们结婚前的某个周末。我因为工作而出差，而他却与沈嫣欢快地游玩。我打开沈嫣的日记本，与嘉义在游乐园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一天。他真的是个非常体贴的人，但为什么他还和江颂在一起？不过没关系，我知道他最终会选择我。我逐字逐句地读着沈嫣的笔记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每天早晨，当我从梦中醒来，家中的每一个角落都似乎被沈嫣占领了。那熟悉又让我心烦的香水味在客厅里弥漫，仿佛在告诉我，这里我也有份。她的杂志随意地散落在沙发上，每一页都仿佛在嘲笑我的无能。但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，当我走进自己的卧室，竟然发现她的内衣就那么大大方方地挂在我的衣橱门上。宋嘉译，我深吸了口气，试图平复心情。我们得谈谈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闪躲。我现在有点事，晚上再说吧。他的声音里没有半点愧疚，只有逃避。某天，我在整理房间时，无意中看到了宋嘉译的手机屏幕亮起，那熟悉的名字沈嫣跃入眼帘。下面是一条消息：我们的未来会很美好。
他们竟然已经为未来做了规划，而我只是这未来的过客。客厅里，婆婆的声音尖锐而得意：“沈嫣，你一定要为宋家生个孩子，传宗接代。”她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沈嫣的期待，不像某些人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。我靠在楼梯口，双手紧握，唇紧紧抿住，眼中的泪水滚滚欲出。我知道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，我必须做点什么。我和宋嘉译结婚前，我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那天，我们决定去医院做婚检，手牵手，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我还记得，当我们在医院的走廊上等待检查结果时，宋嘉译一直在给我讲他小时候的趣事，试图缓解我的紧张情绪。但当医生叫起我们的名字，我突然害怕起来，不敢去面对那张纸上的结果。我紧紧地抓住宋嘉译的手：“你去拿吧。”宋嘉译点点头，走进医生的办公室。不久，他拿着检查报告出来，但他的脸上没有了之前的笑容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惆怅。我心跳加速，手颤抖地接过报告，那不孕3个字如同巨石压在我心上，瞬间让我喘不过气来。我的泪不受控制地决堤而出，每一滴都是心中的绝望与伤痛。宋嘉译坐在我身边，轻轻地搂住我：“江宋，没关系的，我们可以选择领养，或者我们可以不要孩子。我其实也不太喜欢小孩，我只喜欢你。”他的话语让我觉得，即使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背离我，他都会紧紧地陪在我身边。但现在，他居然背叛了我，让另一个女人怀上了他的孩子。每次想到这里，我的心都像被千万片锋利的刀片撕裂，疼痛难忍。今天是宋家的周末家庭聚会，华灯初上，整个大厅被华丽的吊灯照得通明。家族的成员们都聚在一起，笑声和交谈声此起彼伏，氛围热闹非凡。我走进去，身上穿着一件简单的深蓝连衣裙，与场内的繁华和奢华显得格格不入。我刚走进大厅，就听到了一阵嘲笑声：“哎呀，看看我们的江宋，这是要去哪儿？”沈嫣一身火红的晚礼服，手臂紧紧地环绕在宋嘉译的腰间，眼神中满是嘲讽。宋嘉译尴尬地看了我一眼，但他并没有为我说话，只是轻轻地咳了一声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尝试保持冷静：“沈嫣，你今天真是光彩照人。”他得意地笑了：“谢谢夸奖，不过我不是像某些人，每天都像家庭主妇一样，穿得那么朴素。”周围的人都笑了，我感到一阵羞愧，但我仍然回应道：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沈嫣。我选择做自己，而不是为了别人的眼光而活。”晚上，当我路过婆婆的房间时，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我悄悄地靠近，想要听得更清楚。“沈嫣，只要你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会给你一大笔钱。”婆婆的声音透露出一丝焦急。“放心吧，你不给我钱，我也愿意把嘉译的孩子生下来的。为了嘉译，我什么都愿意。”沈嫣的声音带着一丝得意和狡黠。我靠在墙上，心跳加速，手心都开始冒汗。我知道，我必须做出决定，不能再这样被动地接受一切。我整理着衣柜，每一件衣物都带着过去的回忆。我小心翼翼地叠放着，试图在这有序的动作中找到一丝心灵的慰藉。突然，一个黄色的信封从一堆旧衣服中滑落出来，落在我的脚边。我好奇地拿起来，上面并没有写任何名字，只有检查报告4个字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。里面是2张检查单，我先看到的是我的名字：江宋，正常生育。然后我看到了另一张，上面清晰地写着：宋嘉译，
男性不育。我整个人都呆住了，仿佛被雷劈中，心跳声在耳边嗡嗡作响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喃喃自语，难道我一直被骗了？我捂上嘴巴，试图抑制住自己的悲伤和愤怒。我想起了那些年，我为不能怀孕而自责，为此流下的眼泪，为此受到的冷言冷语。而宋嘉译，她居然知道真相，却一直隐瞒，甚至让其他女人怀上了她的孩子。不对，宋嘉译不能生育，那沈嫣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我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翻阅着一本杂志，试图分散自己的注意力。突然，门被猛地推开，婆婆和沈嫣像两阵风般冲了进来。沈嫣的高跟鞋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音，她的手轻轻放在她肚子上，嘴角上扬，显得得意洋洋。婆婆的眼神像两把尖刀，直直地刺向我。江宋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这孩子是宋家的未来，你最好知道自己的位置，不要有任何妄想。我放下手中的杂志，冷笑：哦，你们还真是高兴得太早了。沈嫣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：你就是嫉妒，嫉妒我怀上了嘉译的孩子，而你却是个不孕之身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尽量保持冷静。沈嫣，你确定那孩子是嘉译的吗？婆婆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她怒气冲冲地指着我：你少在这里放屁！沈嫣怀孕期间，你要好好伺候她，不能有任何闪失，否则你看着办。我站起身，眼神坚定地看着他们：凭什么？你们以为你们是谁？你们不要太得意，事情还没结束。那天阳光明媚，我在公园里散步，试图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。当我走到湖边，准备喂鸭子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转头，看到沈嫣正与一个中年男子坐在湖边的长椅上，他的手放在男子的手背上，两人眼神交汇，笑得如此甜蜜。我心跳加速，快速地躲在了旁边的丛林里，掏出手机，悄悄地拍下了他们的照片。沈嫣的笑容，那男子的亲昵，每一个细节都被我捕捉到。回到家后，我开始在网上搜索这个男子的信息。很快，我发现他是城里有名的富商，名叫李文博，而且他已经结婚有孩子。他的妻子是一个著名的律师，常年在外地处理案件。我找到了李文博妻子的社交账号，将照片私信给了他，只留下一句话：你应该看看这个。不到1个小时，我家的门铃响了。我打开门，一个穿着黑色西装、气质出众的女人站在门口，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怒火。你是江宋？她冷冷地问。我点点头，是的，你是？我是李梦婷，李文博的妻子。她说完，不等我反应，就冲了进来。我跟在她后面，只听到楼上传来一阵尖叫和哭喊。我走到楼梯口，看到李梦婷正在狠狠地揍沈嫣，婆婆上前劝架，也被她一巴掌打飞。你这个狐狸精，敢勾我老公！李梦婷怒吼道。沈嫣哭喊着：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站在楼梯口，看着这一切。你这个狐狸精，居然敢陷害我！沈嫣的眼中充满了愤怒和恨意，她的手指颤抖地指着我。我愣住了，完全没想到她会这样指责我。你说什么？自己做的事情见不得光，现在怪我头上来。婆婆的脸色阴沉，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怀疑和指责。江宋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，居然陷害沈嫣？我感到一阵气愤。你们都疯了吗？我为什么要陷害她？沈嫣哭得梨花带雨。你就是嫉妒我，嫉妒我怀上了孩子，所以才会做出这种事情。我冷笑。你真是脸皮厚到家了，
你以为你是什么？”婆婆怒吼：“江颂，你给沈嫣道歉！”我冷冷地看着她，我为什么要给她道歉？她才是应该向我道歉的那个。沈嫣突然冲过来：“你赶快离婚，滚出这个家！”我怒火中烧，一巴掌打在了沈嫣的脸上：“你再敢这样对我，我会让你后悔的！”沈嫣捂住脸，眼中闪过一丝恐惧：“你敢打我？”我冷冷地看着她：“怎么？想不想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？你等着瞧！”听说江颂家里出事了，她老公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。在公司的休息室，几个同事围坐在一起，声音低沉，仿佛在讨论什么大事。真的假的？一个女同事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显然是被这个消息震惊到了。真的，我亲耳听到的。是她婆婆和那个女人一起来公司，还当着大家的面说的。另一个同事神秘地说。我端着咖啡，听到这些话，我知道这都是沈嫣和婆婆的手段，他们想要毁了我的名誉，让我在公司无法立足。江颂，听说你家里出事了。我的同事走过来，脸上挂着一副假笑，真是太不幸了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保持冷静，不要听信谣言。哎，这种事情谁知道呢？同事故意摊摊手，不过你还是小心点吧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回到自己的办公桌，我决定要加倍努力，证明自己的能力。我开始加班，参与更多的项目，希望能够得到上司的认可。在一个项目中，我凭借自己的努力，成功帮助公司赢得了一个大单。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上司时，他非常高兴：“江颂，你做得很好，这个项目对公司非常重要，你为公司带来了很大的利益。”我微微一笑：“谢谢，我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。”“不，你做得非常出色，我决定给你加薪。”上司说。我心中一喜：“谢谢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”走出办公室，我看到那些嘲笑我的同事，心中充满了自信。我知道，只要我努力，就一定能够证明自己。我坐在书房的窗前，手中捧着一杯热茶，看着窗外的风景，心中却是五味杂陈。我想到了我婚礼那天，那个本应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日子。江颂，你这婚纱真是太大了，看起来好像个气球。沈嫣当时嘲笑地说，她穿着一身紧身的红裙，显得身材凹凸有致，与我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沈嫣，这是我的婚礼，你少说两句。宋嘉译当时皱了皱眉，试图制止他，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丝不忍。哎呀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你这么紧张干嘛？沈嫣撇了撇嘴，我只是觉得这婚纱真的不适合江颂。我当时强忍住怒火，谢谢你的建议，但我很喜欢这件婚纱，心里却在想，这是我选择的，与你何干？婚礼上，沈嫣不断找我的茬，从我的妆容到我的鞋子，她都有话要说。婚礼上，沈嫣不断找我的茬，从我的妆容到我的鞋子，她都有话要说。每次都是带着那种嘲讽的语气，仿佛在告诉所有人，她比我更配得上这场婚礼。我知道她是故意的，但我不想让她破坏我的好心情。我告诉自己，这是我的日子，我要活得精彩。我起身走向衣帽间，打开最里面的柜子，是那件婚纱。这么长时间都已经沾满灰了，就像我的婚姻，尘埃满满。明天是宋家的大日子，1年1度的晚宴。我今天早早入睡，等着明天的到来，因为那将会是一场好戏。晚宴的大厅华丽而繁忙，金色的吊灯下，宾客们举杯交错，笑声和交谈声此起彼伏。我被安排在最边上的位置，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，
被冷落在这热闹的宴会之外。可这并不重要，我才不在乎是不是坐在角落。家族的继承问题一直是我们宋家的重要议题。婆婆站起身，她的金色项链在灯光下闪闪发光。我希望我们家能有一个孩子，继承宋家的事业。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沈嫣，她微微一笑，显得得意洋洋，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胜利。只有我怜悯地看着她，等着下一秒揭露一个可笑的事实。我站起身，从包里拿出宋嘉译的不育检查单，高高的举在手上。既然我们在谈论继承问题，那我想问问，这个检查单是怎么回事？家中的气氛瞬间冷凝，所有人都看向宋嘉译，他的脸色变得苍白，唇微微颤抖，但没有说话。婆婆气得脸色发红，看着沈嫣和宋嘉译，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？沈嫣面色也变得苍白，她站起身说：“都是江宋那个女人，见不惯别人好。”婆婆生气地指着沈嫣：“我只想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。”两人开始争吵，家中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。我坐在一旁，拿起酒杯，慢慢地喝着酒，心中有种说不出的畅快。这场戏终于开始了。宴会的结束并没有带走家中的紧张气氛。沈嫣一进门，高跟鞋的声音在大理石地面上回响，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怒火，直奔我而来。江宋，你真是太过分了！沈嫣的声音尖锐地刺痛了我的耳膜。你以为拿出这张人工合成的检查单就能证明什么吗？你凭什么说我怀的孩子不是嘉译的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你想说什么就直说，不用拐弯抹角。沈嫣冷笑，我已经怀孕了，孩子是嘉译的，你再怎么抹黑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婆婆也站了起来，她的脸色红得像一块烧红的铁板。你这个女人真是家族的耻辱！你不但不能生孩子，还要诋毁我儿子的名誉，你真是太过分了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保持冷静。我只是说出事实，如果你们觉得有什么不对，那是你们的事。但我要告诉你们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家中的气氛再次变得紧张。沈嫣和婆婆的眼神交织在一起，仿佛在商量着下一步的计划，而我则坐在沙发上，心中早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。这个女人背后到底藏了什么？明明知道宋嘉译不能生育，却还是死皮赖脸缠着。宋家虽说不是什么小家庭，但是也不至于大门大户。决定要一探究竟的我，用了一些小手段跟踪沈嫣，一心想探清她背后的真相。然而，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她的一天活动居然如此波澜壮阔。早上，她在小资情调的咖啡店与一个年轻男子亲昵的聊天，仿佛是情侣之间的私语。接着，她又换了个角色，与另一个男人在光影中欣赏着一部电影。如果这一切仅仅是朋友之间的聚会，我也不会大惊小怪。但中午，她再次换了打扮，与另一男士悠然自得地出现在一家顶级餐厅。他们的行为似乎暗含着些许秘密。更让我心惊的是，她竟然与这个男人直奔酒店。我在车里紧张又好奇地等待，心跳的声音仿佛能撞破车窗。不久，沈嫣又和另一个不同的男子出现在酒店大堂。这是什么情节？这一天，他究竟是怎样的存在？而到了晚上，他又如同变了个人似的，与宋嘉译在餐厅里温馨共进晚餐。看着宋嘉译对他那迷恋的眼神，我几乎要怀疑自己的眼睛。难道他真的不知道沈嫣白天的种种吗？坐在车里，我为沈嫣的手段和智慧感到震惊。她像是一位大师，精通人心，将每一个场合、每一个男人都掌握得恰到好处。
但直觉告诉我，我所见到的只是他生活中冰山的一角。那隐藏在水面下的沈烟，恐怕更为复杂和扑朔迷离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走到宋嘉译面前：“我们离婚吧。”宋嘉译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突然地提出，他愣了愣，眼神中闪过一丝错愕和痛苦。好，他的声音低沉，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。婆婆听到后，立刻像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，怒气冲冲地冲了过来：“你敢？你这个没良心的女人，你敢离婚？”我看了她一眼，眼神冷冽：“我和宋嘉译的事不用你操心。”婆婆气得脸红脖子粗：“你这个女人真是不知好歹。”我冷笑：“你还是先去和外面的人说说你儿子不能生，还有沈烟肚子里孩子的事吧。”宋嘉译的脸色一变，她显然没想到我会当着婆婆的面说出这些。“江宋，你不要乱说。”我看着她，嘴角微微上扬：“我乱说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”婆婆气得直跺脚：“你这个女人不知好歹，乱造谣！沈烟已经将 P 图的事情告诉我了。”我冷冷地笑了笑：“那就不要怕了，离婚不是更给他们创造机会吗？”婆婆怒吼：“宋家的名声不能坏。”我挑眉：“坏也不是因为我。”家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，仿佛随时都会爆发出火花。我接到一个慈善晚宴的邀请函，邀请我上台发言。我对这次活动的举办方并不熟悉，我猜测背后一定有人在操纵。尽管如此，我决定接受邀请。晚宴当天，我选择了一件低调而优雅的长裙，配上一双高跟鞋，整个人显得既庄重又不失风度。当我走进会场时，感受到了众人投来的目光，其中不乏羡慕和好奇。晚宴的气氛原本是庄重而热烈的，但当我走上台准备发言时，突然感觉到一股冷风从背后吹来。我转头看到沈烟站起身，她的眼神充满了挑衅：“江宋，你真的觉得你有资格站在这里发言吗？”她的声音尖锐，刺痛了每一个人的耳朵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尽量保持冷静：“沈烟，这里是一个慈善晚宴，不是你发泄私人情绪的地方。”她嘲笑地笑了：“我只是想知道，你凭什么代表我们发言？”我微微一笑：“那你觉得你有资格代表我们吗？”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等待着接下来的发展。我转身指向背后的大屏幕：“请播放视频。”随后，屏幕上出现了沈烟与多名男子的不正当关系的视频。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冰冷，所有人都看向沈烟，她的脸色变得苍白，她的眼中充满了恐惧。“这就是你的真实面目吗？”我冷冷地看着她。沈烟没有回应，她急忙从座位上站起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现场。我看着她匆忙的背影，心中不禁感慨，自己设计的圈套，最终却是自己跳了进去。每天早上，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房间时，我都会早早的起床，开始新的一天。那种清新的空气，仿佛都在告诉我，新的一天，新的开始。我决定辞去那份稳定但乏味的工作，选择自己创业的道路。每一天都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。每当我想到那个梦想中的设计工作时，所有的困难和疲惫都变得微不足道。“这是你要的材料。”我的助手小艾递给我一叠文件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。我接过文件，轻轻地翻了翻：“谢谢，小艾，你总是这么细心。”“没事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小艾笑了笑，他的笑容总是那么温暖。“对了，明天有个客户想要和你见面，听说是城里的大亨，有个大项目想要合作。”我眼睛一亮：“真的吗？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”
小爱点点头，是的，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，不能有丝毫的马虎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放心，我会的。我会亲自准备这次的提案，绝不会让客户失望。每天，我都会亲自参与到工作室的每一个环节，从设计的初稿到施工的最后一颗螺丝，每一个细节我都要亲自把关。因为我知道，每一个细节都代表着我的名声和工作室的品质。虽然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，但我都没有放弃。我刚刚从工作室回到家，脚步还未稳定，手中的文件还未放下，就听到了急促的门铃声。我心中有些疑惑，这个时候会是谁？当我打开门，婆婆和宋佳艺就像两座火山一样，气势汹汹地站在门口。婆婆的眼神里满是怒火：“你这个女人真是太过分了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沈嫣？”我冷冷地看着她，我只是还她一个公道，她做的事情，你们心里清楚。宋佳艺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愤怒和不解：“江宋，你太过分了，我们是来找你好好谈谈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”我冷笑：“谈？你们是来为那个小三说话的吧？”婆婆气得直跺脚：“你这个不孝女，我告诉你，沈嫣是我们家的未来，你最好给我滚出这个家！”我冷冷地看着她：“这是我的家，不是你们的。”我拿起电话：“我现在就报警，有人私闯民宅。”婆婆和宋佳艺见势不妙，急忙离开。我刚刚坐下，门铃又响了。我以为是那两母子又回来找麻烦，正想开门大骂，但当我打开门，是公公。他看上去有些憔悴：“江宋，我可以进来吗？”我点点头：“请进。”公公坐在沙发上，眼眶红红的：“江宋，我知道你和佳艺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我也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。”我看着他：“您为什么会来？”公公叹了口气：“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个事实，佳艺其实并不是我的亲生儿子。”我震惊地看着他：“什么？”公公流下了眼泪：“是的，他是你婆婆和其他男人的孩子。”我坐在沙发上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这些您是怎么知道的？公公叹了口气：“因为我不能生育，所以当你婆婆开心地告诉我她怀孕时，我就选择了离婚。但宋家是大家，这种事情传出去我没面子，所以一直都是分居。今天来是想告诉你，你是个好女孩，你为我们这个家付出的我都看在眼里。但你婆婆他们做的事情太龌龊了，我决定不能再容忍。”我看着公公，心中充满了感慨，原来这个家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。我踏入婆婆家的大门，环顾四周，冷笑道：“原来你们家的大少爷不能生，是你们自己种下的恶果呀。”婆婆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她警告我：“江宋，你在我家门口放肆，你最好小心点。”我不屑地看着她：“我说的都是事实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们家的秘密我都知道。”宋佳艺的脸色也变得难看，我冷冷地对她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你身上一点宋家的血统都没有，因为你的爸爸其实并不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你真正的父亲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。而你不能生育，是因为你妈妈年轻时的所作所为。”宋佳艺震惊地看着我，她的眼中充满了不敢相信。她转头看向婆婆，怒吼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婆婆的眼中闪过一丝慌张，她试图转移话题，指着沈嫣大声质问：“都是你这个狐狸精害的！”沈嫣无所谓的一声冷笑：“我怎么害了？你儿子自己不能生，我根本就没怀孕，我只是骗宋佳艺说她的病好了。”宋佳艺彻底崩溃了，她的眼中充满了绝望和愤怒。婆婆和沈嫣开始扭打在一起，
家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火药味十足。沈嫣突然大喊：“给我500万，我就离开！”婆婆气得直跺脚，但还是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支票，狠狠地扔给沈嫣：“滚！不要再出现在这个城市！”沈嫣拿着支票，冷笑地呸了一口，然后高傲地走出了大门。婆婆和宋嘉义跪在我面前，泪眼婆娑：“求你，不要把这些事情说出去。”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甩开他们的手，鄙夷地说：“你们这种人真是不值得同情。”说完，我转身离开了这个充满了谎言和欺骗的家。没过多久，公公决定将这个家族的丑闻公之于众。他召集了家族的所有成员，在宋家的大厅里，他站在主席台上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始讲述这个家族的秘密。家族里的人都震惊了，议论纷纷。婆婆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她试图辩解，但公公打断了她。家族的长老们都愤怒地看着婆婆和宋嘉义，他们决定将这2人赶出家族，不再给予任何帮助。从此，婆婆和宋嘉义在这个城市成了过街老鼠，人见人嫌。他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，再也没有了昔日的荣华富贵。沈嫣则继续追求她那被人包养的梦想。一次，她勾了一个外国商人，但被那个商人的妻子发现。那位商人的妻子是一个不好惹的女人，她找人将沈嫣折磨得半死，然后将她丢在了一个偏远的山区，还把沈嫣的所有东西丢在水沟里。沈嫣昏迷了很久，当她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农家小屋里，一个全身布丁的当地农民正在照顾她。沈嫣想要逃跑，但那个农民告诉她，她现在是他的财产，他必须为她生孩子。沈嫣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巨大的转折，她从一个城市的狐狸精变成了一个农村的生育机器。我轻轻地捋了捋窗前的窗帘，阳光斜斜地洒在我的办公桌上，映射出我那些得过奖的设计作品。每一张设计图背后，都是我无数个日夜的辛勤努力和汗水。电话铃响起，打断了我的沉思。是我的助手小爱。江总，有个记者想要采访你，说是要做一个关于成功女性的专题。我微微一笑，好的，让他进来。记者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他看起来有些紧张。江宋女士，您好，我是都市风尚的记者，很荣幸能够采访您。我热情地握了握他的手，请坐。记者问了很多问题，关于我的设计理念、工作室的发展历程，还有我是如何在家庭纷争中坚持下来的。我坦诚地回答了他的每一个问题，希望能够通过这次采访，鼓励更多的女性去追求自己的梦想。采访结束后，记者站起身，谢谢您，江宋女士，您的故事真的很鼓舞人心。我微微一笑，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关键是你要相信自己，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。看着记者离开的背影，我心中充满了感慨。我知道我的故事还在继续，而我会继续努力，为了那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